今天体验的人生副本是印度52度高温下一个私人水罐车搬水工的一天。凌晨4点半，你睁开眼的时候，后背是湿的，不是因为水，是因为汗。铁皮屋顶在头顶半米的地方，像一口倒扣的黑铁锅。白天吸满了毒辣的日头，到了后半夜还在往下吐热气，空气粘稠的像煮过头的粥。每一次呼吸都觉得肺里被人灌了一把滚烫的湿沙子。你侧过身，凉席是烫的，水泥地面是烫的，靠在墙角的塑料水桶是空的。你的妻子已经不在了，天没亮，他就拎着2个黄色塑料桶出了门，去街口那个公共水站排队。那个水站昨天下午就断了，但每天凌晨有时候会来一阵浑水，没人知道几点来，也没人知道会不会来，所以他必须去赌，赌赢了今天全家有水洗脸，有水煮饭，赌输了就再等一天。你坐起来，脚踩在地上，脚底板传来一阵钝痛。昨天在别人家院子里搬水桶，赤脚踩在被太阳晒了8个小时的红砂岩上，右脚底板烫出一个水泡，现在已经破了，露出一片粉红色的嫩肉粘在地面上，撕扯的时候带出细微的刺痛。你走到门口蹲下去，把家里最后小半杯水端起来，杯底的水是发黄的。昨天你从工地旁边一根外露的市政水管偷接的，有一股铁锈味，还有一丝说不清的涩。你把杯子凑到嘴边，犹豫了一下，又放下了。女儿醒了，她6岁，瘦得像一根被风吹干的树枝。她躺在地上那张硬纸板上，头发一绺一绺粘在额头上，嘴唇干裂，裂缝里渗着极细的血丝。她迷迷糊糊睁开眼，看见你拿着水杯，声音很轻，像是从嗓子里挤出来的气音。爸爸，你不是送水的吗？为什么我们家没有水？你没有回答。你把那小半杯黄水放在他嘴边，他仰起头，小口小口地喝。你看着他干裂的嘴唇碰到水面的时候微微颤抖，像沙漠里的裂缝在吞咽最后一滴露水。喝完了，杯底还剩一层薄薄的水膜，上面沉着一圈黄色的铁锈沉淀。你把空杯子扣在地上，拎起门口那双鞋底已经被晒得发软的塑料拖鞋，推开铁皮门，走进凌晨4点半的新德里。天还没亮，但空气已经是热的，不是那种夏天早晨微微的温热，是一种带着前一天残留体温的闷烧，像走进一个刚刚熄火但还没凉透的灶堂。远处贫民窟的铁皮屋顶连成一片灰色的波浪，偶尔有一点手机屏幕的微光闪过，那是其他起早排队的人。你在巷口等了10分钟，一辆深蓝色的水罐车从黑暗里慢慢碾过来，车身上喷着白色的印地语字，甘露水务。私营供水字迹已经被晒得起皮开裂。车头驾驶室的窗户摇下来，你的老板拉结实，露出半张被车内小灯照亮的脸，嘴里叼着一根烟。上车，今天8家，第一站伽马花园，人家催了3遍了。你爬上车尾的铁架子，屁股坐在滚烫的金属板上，烫得你本能地弹了一下。你扯过一块脏毛巾垫在屁股底下，双手抓住车顶的栏杆。水罐车发动的时候，整个车身都在颤抖，你能感觉到身下那个巨大的铁肚子里几千升水在晃动，闷声的、沉重的、缓慢的晃动，那声音像一个嘲讽。你全身上下最缺的东西，此刻就在你屁股底下，隔着一层铁皮，多到溢出来。第一站南德里，伽马花园。天已经亮了，太阳像一块烧红的铁板，直接拍在城市的头顶上，没有过渡，没有前奏。气象预报昨天说今天最高气温52度，你不懂52度是什么概念，你只知道7点钟的太阳照在你胳膊上，已经有一种被人用熨斗压着不松手的灼烧感。水罐车在一扇铁艺大门前停下来，门缝里能看到里面的世界。白色的别墅2层半，外墙贴着浅米色的进口瓷砖，阳光打上去折射出柔和的光。院子里的草坪是绿色的，在整个新德里都快被烤成灰色粉末的5月，这片草坪绿得刺眼，绿得冒犯。自动喷水器正在旋转，细密的水雾从地面升起来，在早晨的阳光里泛着彩虹色的微光，落在修剪整齐的草叶上，发出极轻极轻的沙沙声。你盯着那片水雾看了2秒钟，舌头不自觉地舔了一下上嘴唇，嘴唇上全是干皮，舌头刮过去的触感像砂纸蹭砂纸。一个穿白色制服的佣人从侧门走出来，皮肤干爽，步伐从容。他连看都没看你一眼，直接走向拉结实的驾驶室窗口。怎么又迟了？主人说了，泳池下午4点有客人，你们现在才来，来得及把水灌满吗？拉结实陪着笑，一边掐灭烟头一边点头。你已经跳下车，从车尾拖出那根拇指粗的橡胶水管，水管
管在太阳底下晒了一路，外皮烫得握不住，你用那块脏毛巾裹住手掌，把水管拖过别人家的花岗岩车道，穿过草坪，绕过一座大理石材质的湿婆雕像，一直拖到后院地面上那个不锈钢盖板前，盖板下面是他们家的地下蓄水池，1万升容量。你蹲下去，拧开阀门，水从管子里涌出来，清澈的，冰凉的，带着一丝地下水特有的矿物质气息。你看着那股水柱冲进不锈钢管道，发出哗哗的回响，在蓄水池深处激起闷声的轰鸣，你的嘴唇又干了，前院传来一阵欢快的尖叫。你直起腰，透过灌木丛的缝隙看过去，一个7、8岁的男孩穿着干净的白色 T 恤和蓝色短裤，正拿着一把亮橙色的塑料水枪，追着一只金毛犬满院子跑。水枪里灌的是过滤水，喷出来的水柱在阳光下散成一道漂亮的弧线，落在草坪上，落在狗的毛上，落在石板路的缝隙里。那条狗跑到门廊旁边的不锈钢水碗前，低头喝水，碗里的水清澈见底，没有颜色，没有铁锈味。你知道那碗水大概有小半升，够你女儿撑1天。你蹲回阀门旁边，水还在哗哗地往蓄水池里灌。你趁佣人走回屋里的空当，低下头，把嘴凑到水管接口的缝隙处，有一股细细的水流从接口的螺纹处渗出来。你侧着脸去接，冰凉的水碰到你皲裂的嘴唇，一阵刺痛，然后是一种近乎暴力的快感顺着舌根冲下去，你的胃猛地痉挛了一下，像一只被突然灌水的干瘪皮囊，发出一声咕噜的闷响。你差点吐出来，眼眶发酸，呼吸急促，但你没有松嘴，你又吞了2口，才直起身子，用毛巾擦掉下巴上的水渍，没人看见。第2站，第3站，第4站，一座比一座更大的房子，一个比一个更绿的草坪。有一家的门厅里放着一台落地式制冷饮水机，纯白色的机身，液晶屏上显示着水温4摄氏度。你从它旁边经过的时候，机器自动出了一杯水的量，流进下面的接水盘里。那杯水没有人要，它会在接水盘里慢慢被蒸发掉。你拖着水管走过去，没有回头。下午1点，太阳在头顶正上方，影子缩成脚下一个小小的黑点。水罐车驶出富人区，拐上一条柏油路面已经开始发软的主路，车轮碾过去的地方能看到轮胎在沥青上压出浅浅的黑色痕迹，空气在路面上方1米处剧烈扭曲，远处的建筑像泡在水里，轮廓晃动，融化变形，分不清是真实还是海市蜃楼。车窗没有空调，拉结实开着窗，右胳膊搭在车门上，皮肤已经晒成深棕色。他一边开一边骂，去年这个时候一车水进价多少？800，今年呢2300，翻了快3倍，还不一定有货。城外那几个水库你看见了没有？河床都露出来了，像被人扒了皮的骨头架子。再热2个月，连我们都没水可卖了。到时候不是涨不涨价的问题了，是有没有的问题。你没有接话，你坐在车尾，风吹过来是烫的，像有人拿吹风机对着你的脸开到最大档。你的工服已经被汗浸透了3遍，后背上吸出一层白色的盐渍，硬邦邦的，像一件将过的铠甲。车拐进一条窄路，两边是贫民窟，你还没看见人，先听到了声音，一种低沉的、混乱的，有几10个嗓子混在一起发出的嗡鸣，像蜂群，但更沉闷，更绝望。然后你看见了他们，巷口几10个人堵在路中间，女人举着塑料桶，老人拄着木棍，小孩赤脚站在滚烫的路面上，不停地交替抬脚，像踩在烧红的铁板上跳舞。他们看见水罐车的一瞬间，所有人同时向前涌了一步，几10双手同时伸出来拍打车身，掌心拍在铁皮上，发出密集的沉闷的咚咚声。给我们水，求你了，孩子要死了，1桶就够了，只要1桶。拉结实把车窗摇上去，挂了2档，慢慢往前挤，别停，别开窗，别看他们。他的声音很平静，像在说一件每天都会发生的事，因为确实每天都在发生。你坐在车尾，铁栏杆在手心里烫出一道红痕，有人追着车跑，一个女人抱着孩子，一只手举着塑料桶，桶撞在车身上，发出空洞的声响。一个老人用竹棍敲打水罐的侧壁，每一下都发出沉重的、有回音的，像敲棺材板一样的闷响。你低着头，不敢看他们的脸，但你还是看见了人群的右侧第3排，一个穿着褪色兰花纱丽的女人，左手拎着一个黄色塑料桶，右手抓着另一个女人的肩膀，踮着脚往车的方向看。你认识那件纱丽，袖口缝过2次，领子上有一块洗不掉的油渍，是你妻子。她
他也看见了你。他的手从那个女人肩膀上松开了，他站在人群中间，嘴微微张着，没有喊你，你也没有喊他。水罐车继续往前开，速度很慢，但没有停。你们之间的距离从10米变成20米，从20米变成30米。他始终站在原地，手里举着那个空桶。你一直看着他，直到车拐过一个弯，他的身影被一面灰色的水泥墙切断。你低下头，你的手指死死攥着铁栏杆，指甲掐进掌心的肉里。水罐车的铁肚子在你身下晃动，几千升水发出闷声的、沉重的、嘲讽一样的波动。下午3点，气温到了今天的峰值，你不知道具体多少度，你只知道地面上的空气已经热到发出一种细微的、持续的嗡鸣声，像一根拉到极限的琴弦，随时会断。你的太阳穴在跳，每跳一下，眼前的世界就暗一下。你已经无法正常出汗了，不是不热，是身体里的水已经不够拿来蒸发。你的皮肤干燥发烫，像一块被烤干的粘土。远处传来一声沉闷的巨响，街角的一台变压器因为超负荷运转，外壳炸裂开来，喷出一团混杂着蓝色电弧和黑色焦烟的火花。电线杆上的电线剧烈摇晃了2下，然后整条街的声音都变了。空调外机的嗡嗡声停了，水泵的轰鸣停了，远处那台不停运转的抽水机也安静下来。停电了，拉杰什的手机响了，第5家客户在骂人，他家的电动水泵停了，地下蓄水池里存了3天的水抽不上来，花了钱买的水困在地底下，一滴也用不了。你们到的时候，这家人正让2个佣人用绳子绑着塑料桶，从蓄水池的检修口往上提水，一桶提上来，洒掉1/3。男主人站在阴凉处打电话，声音尖锐，在骂电力公司，骂水务局，骂市政府。你蹲在他家院子里的水泥地上，帮他们把水管接到一个移动储水箱上。太阳直射你的后颈，你感觉后脑勺的皮肤在慢慢收紧，像有人在用一把钝刀一点一点的刮。没有人给你一口水。你搬完最后一桶，在他家院墙的阴影里靠了3分钟。你想起路上经过的那条河，河床裸露出来了，龟裂的泥面像一张被揉碎的灰色纸，岸边竖着一块市政告示牌，上面用印地语写着水位过低，禁止取水。河中间有一滩黄褐色的泥浆，大概齐膝深，有2条牛站在里面，一动不动，像2尊泥塑。你还想起今天第3站那个别墅的主人，一个戴金链子的胖男人骂拉杰什水又涨价了。拉杰什陪着笑说，城外几个水库都快见底了，现在不是贵不贵的问题，是还有没有的问题。那个胖男人哼了一声，说找关系去。他转身走回屋里的时候，客厅的冷气从门缝里漫出来，你闻到了一股人造的、干燥的、近乎虚无的冰凉。那股冷气碰到外面52度的热浪，在门槛处凝结成一层极薄的白雾，然后消失。越热，水蒸发的越快。水库见底，水力发电停了，发电停了，电网撑不住，大面积停电，停电了。地下水的抽取设备转不起来，水困在地底下和困在天上一样远。这座城市不是缺水，这座城市是被自己锁死了。傍晚6点，最后一车水，拉杰什去路边摊买烟，让你守着车，你站在水罐车的尾部，一个人，水阀就在你手边，黄铜色的旋钮，拧半圈就能出水。你想到女儿，今天早晨她喝掉的那小半杯黄水是家里最后的存量。你想到她干裂的嘴唇，你想到她的声音，爸爸，你不是送水的吗？你的手碰到了阀门，金属是烫的，但你没有缩回去。你把手指扣在旋钮的纹路上，稍微用了一点力，然后你停了。这车水是南德里一个工厂主预付了钱的少半桶。称量的时候会发现了，拉杰什会扣你1天工钱，扣1天工钱还能忍，但如果客户投诉，拉杰什会换人，换了你连每天经手水的资格都没有了，你连趁人不注意把嘴凑到水管接口喝2口的机会都没有了。你的手从阀门上松开了，不是不想，是你算过了，偷半桶水就1天。丢掉工作，全家一起渴死，你把手缩回来，在裤子上擦了一下。拉杰什叼着烟走回来，什么也没发现。晚上10点，你回到家，贫民窟没有路灯，巷子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，但地面还在散热，光脚踩上去，热度从脚底板一直顶到小腿，像踩在一块刚出窑的砖上。空气是静止的，没有一丝风。铁皮屋、水泥墙、柏油路、裸露的泥土，所有白天吸够了热量的东西，都在这个没有风的夜晚一点一点的把热吐回来。你走在巷子里，像走在一条正在缓慢消化你的食道内壁。铁皮门没有锁，你推开门，一股闷热的混杂着汗味和铁锈味的空气扑面而来。没有灯，
没有风扇，停电从下午开始到现在一直没有恢复。角落里有一只蓝色的塑料桶，里面有水，小半桶，大概5-6升的样子。水是黄的，表面浮着细碎的杂质。你的妻子坐在桶旁边，她今天排了5个小时的队，接到了这些。她没有提下午的事，你们在贫民窟巷口的那次对视，她没有提，你也没有提。这件事沉在你们之间，像桶底那层黄色的沉淀物，搅不动也清不掉。女儿睡着了，躺在那张硬纸板上，蜷着身体，像一只脱了水的小虾。她的烧退了一点，额头摸上去还是烫的，但没有早晨那么吓人了。妻子用排队接来的黄水给她擦了身体，又哄她喝了几口。你蹲下去，把手伸进水桶里，水是温的，带着管道的铁锈味和一丝隐约的泥腥气。你想起今天经手的那些水，凉的，清澈的，从水管里涌出来的时候，带着地下水特有的矿物质气息，一车一车地流进别人家的地下蓄水池，流进泳池的循环系统，流进草坪喷头的旋转臂，流进狗碗、制冰机、饮水机的接水盘，从你的手边经过，从你的脚边流走，几千升、几万升。没有一升是你的，你把手从水里抽出来，在裤子上擦干，不是舍不得，是这半桶水要撑到明天。你低头看了眼女儿，她睡着了，嘴巴微微张着，嘴唇上的裂口比早晨好了一点，但还是干的。你伸出胳膊看了看自己的工服袖子，右边袖口有一小片深色的水渍，那是今天在第一站别墅拧水管接口时溅上去的。经过一整天52度的炙烤，水渍已经快干透了，只剩下一小块微微发凉的潮痕。你把袖口凑到女儿的嘴唇边，她在睡梦中本能地伸出舌头舔了一下，眉头微微皱了一下，又松开了。然后继续睡。你放下胳膊，坐在铁皮屋的门槛上，外面的地面还在散热，天上没有星星，被城市的灰尘和热浪遮得死死的。远处有婴儿的哭声，很微弱，分不清是哪个方向传来的。那是一种干燥的、沙哑的、没有眼泪的哭声，是渴的哭声。明天凌晨4点，你还会准时爬上那辆装满水的车。